人类啊是天生的耐力跑者，你也有当马拉松冠军的基因。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跑步啊，人类作为耐力跑者的惊人能力。这个话题啊非常有意思，而且有深厚的科学基础啊。你想象一下，在非洲大草原上啊，一群原始人正在追赶着一只羚羊。虽然这个羚羊呢起初跑得飞快，但是人类的猎人呢是不急不缓啊，继续去追赶。这场追逐呢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一整天，最终啊精疲力尽的羚羊倒下了，而人类的猎人就取得了胜利。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的情节是吧？其实呢，这可能就是我们祖先的真实生活啊。那你可能会问啊，在我们人类啊，在短距离冲刺中肯定是比不过猎豹的，对吧？没错啊，但是在长距离跑步中，特别在炎热的天气下，我们却能超越大多数动物。那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我们人类的运动肌肉啊，主要是由呢抗疲劳的慢肌纤维组成，再加上我们独特的这个出汗能力，可以有效的散热，这就使得我们成为出色的耐力跑者。那这个观点并非是空穴来风啊，而是有科学研究啊支持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啊，生物学家大卫卡利尔呢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叫耐力追捕假说。这个理论认为啊，人类之所以具有耐力跑的能力，是因为能够通过持续追捕的方式来捕获大型猎物。这个理论呢，后来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科学家叫丹尼斯布兰布尔和丹尼尔利伯曼推测呀，这种特殊的这个耐力跑特征呢，可能是大约200万年前就出现在了我们人属的祖先身上。他们认为这些特征对人类形态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人之所以是人，还因为会跑。但是就像所有的这个科学理论一样，耐力追捕假说呢也面临着质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系的布鲁斯温特哈尔德呢，这个教授就提出了2个主要疑问首先呢，跑步是吧比走路消耗更多热量。那么从成本效益角度来看呢，这种狩猎的策略是否真的高效呢？其次呢，在现代的狩猎采集社会中我们很少看到使用耐力追捕这么一个策略的例子这些质疑呢，就让一些人开始怀疑，这些策略在我们旧石器时代祖先的狩猎实践中是否真的那么重要？但是科学研究呢，并没有就此止步那么最近呢，温特哈尔德教授和特伦特大学的古人类学家尤金·莫里合作呢，开了新的研究他们运用数学建模和多年的民族历史调查，为卡利尔的假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你看人家这个质疑，事实是怎么样的，研究是怎么前进的，并不是就是一言假全面黑是吧？人家是也可能给对方找有利的证据。那借助这个数字时代的便利研究团队就筛选了大量的历史记录，他们呢惊喜的发现从1527年到20世纪初在全球272个不同的地点，共有391个狩猎记录展示了耐力追捕的这种策略。那这个发现简直太棒了因为它不仅证实了耐力追捕在人类历史中的广泛存在，还为我们理解人类进化提供了新的视角。那么历史上的这个耐力追捕是怎么进行的呢？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常见的模式，猎人们发现猎物之后呢，开始追赶，猎物呢会迅速逃离，但是猎物跑一段需要停下来休息，而猎人们呢则持续追赶，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直到猎物完全精疲力尽，最后被猎人追上了。有趣的是呢，这种狩猎方式并不只是为了获取食物。温特哈尔德和莫林认为这可能是古代男性为了展示自己运动能力的一种方式以提高社会地位和吸引配偶获得交配权这让我们看到了耐力跑在人类社会中可能扮演的多种角色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朋友会问，那么女性在这种耐力追捕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虽然现有的数据显示女性参与这个耐力追捕的比例只有3%到4%，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不擅长跑步。
事实上啊，温特哈尔德提到啊，在一些节日庆典仪式和活动中啊，经常会包括女性、男性和儿童在内的跑步比赛。最新的研究还表明呢，早期的女性也积极的参与这种狩猎活动，这就再次提醒我们呢，在研究人类的历史中啊，我们需要考虑所有群体的贡献啊，你的一半我的一半嘛。那正像这个温特哈尔德教授强调那样啊，我们人类具备长距离耐力跑的能力，在动物界是非常罕见的。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长跑时经常会体验到所谓的跑者高潮，那种新快感可能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跑过3000米的朋友，上中学的时候，你过了困难期之后，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感觉特别轻松啊？就是那个叫跑者高潮啊。所以这项研究啊，不仅揭示了我们人类独特的耐力跑步能力，也让我们对这个就是自身的了解啊有了新的认识。那这个研究啊就发表在著名的《自然人类行为》就 Nature Human Behavior 这个期刊上，为人类学和运动科学领域啊就提供了宝贵的这个洞见。所以啊，下次当你去跑步的时候，你不妨想象一下自己在草原上在追捕猎物的祖先啊。虽然我们现在跑步的目的呢不再是为了生存，但这项运动啊仍然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快乐和成就感啊。无论你是专业运动员还是刚刚跑步的新手，记住啊，你的身体天生就是为了长距离奔跑而设计的。这不仅仅是一种说法，而是有科学研究的事实啊。所以啊，当你穿上跑鞋，迈开步伐去感受那份属于我们人类的独特的基因能力吧啊。所以跑步呢，不仅能够锻炼身体啊，还能让我们自己呢和祖先建联系。它提醒我们的，我们每个人内部都蕴含着惊人的能力。所以啊，下次啊，当你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记住，耐力就在我们基因里的，这是一种天赋。只要你坚持下去，一定会发现自己比想象的是更强大。那就让我们感谢那些致力于研究人类耐力跑能力的科学家们，正是他们的努力呢，让我们对自己身体和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下次跑步的时候，你不妨想想，你正在延续一个长达数百万年的传统啊！好的，这就是关于跑步的一点故事，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